俄罗斯要想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，除了全面战争动员，还有其他的办法吗？俄罗斯会走出这一步吗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延绍。正在乌克兰上演的俄乌冲突，在俄罗斯看来就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，而不是全面战争。在乌克兰作战的军人主要是合同兵以及乌东地区的民兵，而兵力不足也是俄军此次在哈尔科夫州大面积撤退的主要原因。针对俄乌战场的新变化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保护国家主权委员会负责人安德烈·克里莫夫最近表示，在俄军遭受损失的情况下，俄罗斯没有必要进行军事动员。他强调，我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需要动员或引入戒严令。而在8月底，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称，俄罗斯正在增加其动员储备，并计划动员约9万名的军事人员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俄罗斯为什么仍然不进行战争动员？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常识：全面军事动员的前提是宣战，也就是需要普京先对乌克兰宣战，代表俄罗斯正式发动针对乌克兰战争。而到目前为止，俄方认为自己并没有违反联合国宪章，认为这场冲突只是特别军事行动，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没有企图。但是如果俄罗斯不进行战争动员，还有可能全面实现其战争目标吗？答案是非常困难。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乌克兰有权维护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，包括卢甘斯克、顿涅茨克和克里米亚，而这3地都是俄罗斯此次特别军事行动要坚守的底线。放弃就意味着整个特别军事行动的失败。俄军把哈尔科夫的军队收缩到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，其实也是想保住最后的底线。不过从长远来看，俄罗斯军队依赖现有的军力，仍然无法达成其战略目标。主要问题呢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战线过长，兵力不足，面对乌军的优势兵力反推，难以在所有的方向上组织起有效的防御和反攻。俄军目前在乌克兰的军队大约是12万人，加上乌东地区的民兵和准军事部队，总数呢也不足20万。而这20万人撒在上千公里的作战线上，每公里也就100多人，所以俄军在很多区域没有稳固的防线，只有一些防御点。这样的作战部署非常害怕对手的闪击和包抄。而乌军在武器装备北约化以后，具备了这样的快速包抄能力。第二，俄军没有掌握全面的制信息权，在西方国家情报部门的支持下，战场现在对乌克兰是单方面透明。很多人在俄军撤离后，想着来一次对突进的乌军包饺子。实际上，在北约的天基卫星网的监控下，俄罗斯军队要想在乌克兰战场上对乌军实施大规模围歼，是很难做到的，因为乌克兰战场几乎是单向透明，不存在这样的机会。未来乌克兰凭借着其信息优势，就能在打消耗战的过程中更容易地把握战机。第三，俄罗斯的空天军未来会更加困难，因为北约的先进中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、德国提供的野战防空系统都已经开始交付乌克兰军队了。如果失去了空天军的支援和轰炸，俄军的地面部队又将面临着后勤补给线被海马斯袭击的局面，炮火优势也难以维持，因而有可能会失去战场上的技术优势和火力优势。那么俄罗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？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要先解决步兵兵力不足的问题，也就是进行战争动员。只有获得了足够的兵力，才能保卫其后勤补给线，稳住目前防守的阵地，并在以乌军进行的消耗战中保护其胜利果实。但是对普京来说，进行宣战和战争动员等于告诉西方自己无牌可打了，而且呢还会得罪国内的城市人口。还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提高合同兵的待遇，吸引更多的城市人口参军。这恐怕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够见效的。总体来说，俄军在解决兵力短缺问题之前，收缩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兵力，将其防守和反攻的方向集中在几个点：
从这个角度看，俄军将其主力从哈尔科夫方向撤出，或许也能称为一场胜利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